样慢的，我以前一天就批了。以前的警察穿短裤，以前没有 COVID， 以前我们出去不用戴口罩，我们已经回不到以前，我们也去不到未来，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所以当下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处理我们当下应该处理的事。为什么现在的贷款这么慢？本来以前没有 COVID 的时候，我们的车子都是大概是1个月、2个月，最久3个月内我们一定可以交车。那银行贷款批准过后是有3个月的有效期，有些银行只有2个月罢了。以前呢，我们都是可以准时在你的贷款还没有过期的情况下，就让你顺利交车。可是现在几乎都是会超过2-3个月。那2-3个月后，我们就需要去更新你的贷款。通常在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月拿到了车，就是给2-3个月前订的顾客，刚好他的贷款就过期了嘛，所以我们就会要求银行帮我们更新贷款。所以现在银行他们会先处理已经有车了需要更新贷款的 case， 这个比较重要，因为已经有车了嘛，有车了就代表要注册了。那么更新贷款其实有时候就等于重新做过，因为要重新拿过3个月的薪水单、3个月 bank statement， 然后交给银行，银行再评估过后，然后再去更新。这个过程有时候也是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所以如果现在银行手上有2单，一单是已经有车了需要更新贷款，另一个是新的还没有车，刚刚要做贷款，你觉得银行会做哪一个先？肯定是先做那个有车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贷款比较慢。为什么我的利息这么高？我朋友的比我还要低。那我想问你几个问题。首先，你朋友跟你买一样的车吗？你朋友的贷款数目跟你一样吗？你朋友的薪水跟你一样吗？你朋友贷款的银行跟你一样吗？如果以上全部都不一样的话，这样你觉得你们利息不一样合理吗？每一间银行当然给的利息都不太一样，可是其实都大同小异，最多相差那个0.0几%而已。而0.0几%，其实你除到来你每个月你只是给多几块钱罢了。那当然，不同的车款的利息也不一样。好像外国车 BMW、Mercedes 还是 Honda、Toyota 这些，通常基本上利息是2点多，2.2到2.5之间啦。那有些人他们会拿到2.6、2.7的。所以其实银行在给利息之前，除了是看车款之外，还要看你的贷款数目、你的贷款年份，当然还有你的分数。这些分数是银行他们自己评估的，我们不会知道。Proton Pro 的利息现在都是3点多%，但是有一些车款，比如 S50、S70、Activa、Arus， 甚至 MyV 的利息有时会比较偏低，好像 Arus 跟 Activa 利息就是跟 S50、S70 一样，都是在2点多%。那 MyV 就会在2.9到3.1之间。Saga、Asia、Beza 有时候就是可能真的是要3%，因为你也要知道 Saga、Asia 才多少钱，3万多、4万块的车子，你贷款的数目也最多是3万多、4万。贷款数目越小，利息就越高。可是你不要被他骗了，虽然你看起来你借一个3万块，利息3.3%，你觉得很高，但是你乘到最后，他所拿到的总利息会比你去借5万块拿2.9利息还来得低。如果你真的是要省钱，就是借越少越好。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太在意那个利息，其实真的每一间银行都是差不多的。也不要去为什么你的朋友可以，你的朋友不可以？他是他，你是你，你们是不同的个体，你们的资料也绝对不会一样。资料不同，背景不同，你也不知道他在那间银行里面有没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比如他有好几百万在那间银行，他是那间银行的大客户，你不会知道的吗？他不可能把这些事情告诉你的嘛。然后他的分数，他的收入是多少，你也不会知道。银行在评估的时候是看很多方面的，每个人拿的利息都不一定会一样。我能说的就是，现在银行给出的利息都是在它合理的范围。那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照理来说 MyV 的利息都是在2.9，最高也只是在3.3。可是我有一个顾客的利息银行给到3.8%。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他没有驾驶执照嘛，没有驾驶执照，然后第一次买车，然后又没有担保人那银行他可以不要批你的嘛。那银行他要批给你的话，一定会有一些条件的。
既然你没有担保人，你的头期也没有办法给太多，那他也只能够去调高那个利息来让你的贷款过。所以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你不接受那个贷款，你就去找一个担保人哦。然后你没有担保人，你的利息高，我觉得是合理啦，至少他会批你，只是你一定要付出些代价的嘛。现在是你不能够 fulfill 到银行的要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你们在投诉、在抱怨的时候，也要去想一下，去思考为什么银行它会给出这样的利息，或者是为什么它会 cut 你的 loan， 就是你要求98%，可是它不批你98%，都有原因的。银行它要借你钱呢，他一定要在评估他的风险，他也要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嘛。万一他评估了你的风险，觉得你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人，他还把贷款批给你，万一你不还钱呢？你不还钱的话，银行把车拖走拿去拍卖，其实亏的还是银行。没有人会想要做亏本生意的吧？为什么银行强制性要我买保险？为什么要 site visit？ 为什么要开户口？为什么要这么多的条件？为什么我的朋友贷款不需要这些，而我需要？我以前买车都没有这么麻烦。又像回刚才一样咯，你的朋友是你的朋友，他是他，你是你。然后以前买车，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不要再拿以前跟现在来做比较，以前的东西已经过掉了。OK， 那我现在要讲为什么会有 condition。有些银行他们会在批准你过后，会要求你买一个保险。有些银行会要求拍照，就是去你的公司拍照，确定你是不是真的在那间公司做工。有些银行会强制性要你在那个银行开户口，因为他们要每个月做自动扣账。我觉得你可以有疑问，可是你需要搞清楚一点，现在是我们在跟银行借钱，谁是老板？银行，对吧？如果银行不借我们钱，我们就买不到车了，不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听银行的话？现在他要把他的钱借给我们呢，那他开出条件很合理吧？那银行会开出条件，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分数不过咯，可能你第一次买车咯，年龄太年轻啊，还是你不是银行的 existing customer 啊？如果你不爽银行，如果银行强制要我做这些那些，我就不要跟他贷款，不要想到用这个方式来威胁银行。讲真的，你不要，还会有很多人去接受银行所开出的条件。很抱歉，我今天这一集讲话可能你们会有一些不习惯，你会觉得可能我太直接，还是听了有些不舒服。但我今天所告诉你们的都是很现实的东西，都是事实。我知道真话很难听，没有人喜欢听真话，因为听了很不舒服。但你要活在虚伪的世界，还是你要活在真实的世界，这是你的选择。如果你觉得我今天所讲的东西让你不舒服的话，很抱歉，我也只是不想骗你们，我想让你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认清，必须看清我们是处于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因为我发现还蛮多人以为自己是老板，就是银行，我们跟银行贷款是银行在做我们的生意，银行应该听我们的。 Sorry， 倒反了，不是的。现在其实是我们有求于银行现在是我们在跟银行借钱所以应该是我们要听银行的，而不是银行要听我们的。当然，如果第一间银行你不满意的话，我们是会帮你尝试第二间、第三间、第四间的。你们绝对是有权利可以选择你们要选什么银行的，前提是也要有其他银行可以批你们啦。就如果你的资料真的很美，第一间银行他要求这些条件，你觉得你不满意，没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去贷款别的银行，你就有条件去选择别的银行了嘛。可是如果刚好你的条件本来都不是很好，那我觉得就接受吧。有什么话想对刚踏入社会第一次买车的人说？如果你现在是刚刚毕业，还是社会新鲜人，目前还没有车，可是有打算要买车的，我给你的建议是一定要存钱，存多一点头期钱，越多越好，储蓄很重要。建议最少有1万的头期以上吧，就是你要存一个1万块是付你的车的头期的，毕竟这样子贷款也比较容易通过，可以不需要担保人的几率很大，然后你选择也比较多啊。如果你一开始你的薪水不高，你就先买小车代步，阿夏、Saga，你有了车过后，你就很方便了，就可以去提升你的知识，去上课啊，去学习啊，去看多点书，去提升你的知识，去提升你的办事能力，这样你才有资格去做
薪水高的工作。毕竟银行它批不批你的贷款，它除了看你的头期之外，它也有看你的收入的。你很想要有一辆 S50，可是你的薪水只有2000块，别说银行它不批你，就算银行它批准你，你每个月也会供到很辛苦。其实人生就像马拉松，你慢慢走，不放弃，到最后你一定会去到你要的终点。所以不要急，你还年轻吗？可能你身边很多人跟你同样年纪，或者是比你年轻，哇，他们就开 S50、Mercedes， 不要去跟他们比，每个人的人生的路都不一样。就像马拉松啊，你前面可能你走得慢，你走在人家的后面，但或许你却也是可以走得最久的那一个。你明白我讲什么吗？走得久比走得快还来得更重要。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吧。如果你还有其他关于车的疑问，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按赞、分享。你们的支持是我拍影片的动力。买车首选卖车妹，我们下期见，拜拜。